乌军无人机远程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外媒发现，这些无人机是从中国买的，简直防不胜防。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一架乌克兰军队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再次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那么，到底是什么无人机干的呢？美国战区网站考证后声称，这是乌克兰从中国网站上采购的消费级无人机，然后对其进行了改装，从而才有了这第二次的行动。之前，同样的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境内的一座油库，并引发了熊熊大火。最近，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不断发生爆炸事件。乌克兰承认这是敌后游击作战行动的成果，而无人机袭击又是乌军所采取的一种重要作战方式。就在前几天，俄罗斯声称在贝尔贝克空军基地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因为那里开始出现更多的爆炸。有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军队正在使用一种中国制造的固定翼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可以做长距离飞行，并且能够携带相当大的有效载荷。本质上，中国的这款固定翼的民用无人机被乌军这么一改，就成了一种慢速的巡航导弹。很明显，乌克兰迫于需要，已经将这些民用无人机变成了一种介于简易制导导弹和某种自杀式无人机之间的东西。这些无人机能够在中国的网站上以3万至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到，其载荷大概在15到20公斤左右，飞行速度每小时170公里，持续飞行时间2小时。中国生产的民用无人机是一种比土耳其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生存能力更强的自杀式无人攻击机。在俄罗斯控制的区域，用这类小型无人机发动袭击被认为是最可能的作战样式。这些武器化的无人机可以通过 GPS 来导航定位，能够利用机上的控制系统自驾仪自主将其导航到目标区域，随后被隐蔽在目标附近的地面控制人员引导至目标上空发起攻击。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高精度的打击手段。如果在这些无人机上配备红外探测装置，那么这些无人机甚至可以在夜间发起袭击，这让俄罗斯方面更加难以防范。因为即使是先进的防空系统，发现低小慢的目标也是很困难的。据报道，乌克兰从网上所采购的这些中国民用无人机，其原先的功能就是用于农业。那么这些农用无人机能够被改装成军用无人机吗？事实证明是可以的，因为一般的农用无人机它的载荷比较大，因为它们要携带大量的农药或者化肥来执行相关的作业。那么这些载荷如果变成了炸弹，就有可能将其改装成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呢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今后会不会对这些产品进行管制呢？可以说，即使是管制也很难控制，因为购买者可能是普通客户，但是如果买到这些中国产品以后，你自己进行加改装，那个是没办法控制的。因此，即使控制出口，也没有办法控制它们变身为武装无人机。那么这些个头不大、飞行速度也不高、航程较短的无人机，一旦用在战场上，它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哪怕是你有先进的雷达，也很难发现它们，因为这些无人机大部分是用复合材料制作的，雷达反射截面非常小，再加上飞行速度不高，很多雷达往往会把这些低速目标剔除掉。那么即使是发现了它们，也不容易拦截。由于它的成本很低，你用地空导弹打它根本就不合算。那么用一般的高射武器去拦截它，又往往打不中。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尤其是俄军现在能够采取的防御措施到底有多少？能不能防住这些无人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由于中国的无人机产业非常发达，那么防范无人机或者是攻击无人机的手段现在是多种多样，用激光拦截、发射高能电磁波拦截，或者采用强干扰方式，都可以对付这些低小慢的目标。关键在于俄军的防空系统并没有这样的装备。俄军除了用各种各样轻武器对他们进行射击拦截之外，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